最近一则新闻，小编真的越看越离谱。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好好的合作共赢不学，偏偏跑去照搬印度那套臭名昭著的外资杀猪盘，明目张胆明抢股份，霸占核心技术，层层压榨外资企业。估计是靠着中国扶持躺赢太久，彻底飘了。脑子一热就开始盲目膨胀，想靠着资源霸权收割红利。但他们万万没想到，印度那套欺负外资的套路在咱们中国企业身上彻底失灵了。中资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不扯皮，不妥协，不恋战，直接上演一场顶级反击。仅仅3周时间，花了2年时间，耗资数十亿搭建的完整生产线，被中企全员拆解、分类打包、精细封存，连夜海运运回国内，真的是一颗螺丝钉都没剩下。这波干脆利落的断臂离场，直接震撼了全球产业链，也彻底打懵了自作聪明的印尼政府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很多人可能不清楚前因后果，只看到印尼如今是全球镍冶炼霸主，新能源产业链核心玩家，手握绝对资源话语权。可大家知道吗？14年前的印尼就是妥妥的资源乞丐，空手宝山一无是处。印尼坐拥全球60%以上的红土镍储量，但偏偏这种镍矿品位低，冶炼难度极大，当地本土矿产钻研几十年，砸了无数人力财力，始终攻克不了冶炼难题，手里握着遍地黄金，却1分钱都赚不到，完全是有心无力。放眼当时全球能规模化处理低品位红土镍矿，拥有成熟完整工业体系的，唯独咱们中国。我们手握RKEF 镍铁活法、HPAL 高压酸浸2套成熟核心工艺，碾压全球同行。更关键的是，我们不只有顶尖技术，还有配套的世界级完整工业产业链，这是欧美资本根本比不了的优势。当年印尼心里门清，为了吸引中资入场，诚意直接拉满，免税落地、土地补贴、审批绿色通道，中资有任何需求，当地都是全力配合，有求必应。咱们中方也足够仗义，实打实真金白银投入，不玩虚的。入驻之后，帮当地从零搭建配套体系，建火电站、修深水码头、通公路管网、铺工业管线，把2套核心冶炼技术全盘落地。过去10年，中资在印尼累计投入139亿美元，硬生生把印尼没人要、炼不出、卖不动的低品位废镍矿变成了新能源时代炙手可热的白色石油，直接改写了印尼的国运。数据不会骗人，2015年印尼镍相关出口额仅33亿美元，到2025年直接暴涨到339亿美元，10年翻了整整10倍。全球镍供给市场中，印尼的份额也从不足6%飙升至67%，稳稳坐拥全球镍业第1宝座。不仅如此，中国还在持续加码布局。2026年1季度，中国内地及香港对印尼直接投资高达49亿美元，去年全年投资181亿美元，累计投资即将突破500亿美元大关。仅青山控股一家企业就雇佣了12.3万本地员工，全产业链带动超40万个本土就业岗位。10年时间，印尼当地居民年收入从不足1000美元暴涨至6000美元以上，妥妥的跨越式发展。按理说，这么完美的互利共赢局面，只要踏实合作，印尼能一直躺赚，持续崛起。可人心不足蛇吞象，随着中资产业链彻底落地，配套全部完善，产业彻底成熟，印尼的心态彻底失衡了。新任普拉博沃政府上台后，直接照搬印度收割外资的套路，开启忘恩负义的收割模式。2026年4月中旬，印尼正式出台144号令，打出一套致命组合拳，精准针对中资镍企，第一刀砍产能。全国镍矿开采配额从3.79亿吨骤降至2.5亿吨，降幅高达34%。中资核心的韦达湾矿区配额被腰斩再腰斩，直接导致冶炼厂原料断供，被迫半停产。第二刀涨成本，低品位镍矿计价系数从17%上调至30%，原本免费的半升金属也单独计费，冶炼成本暴涨221%，企业干一单亏一单。第三刀封锁现金流，强制企业50%
出口收入存入印尼国有银行，锁定1年不准动用，直接卡死企业资金链。这一系列操作的终极目的就是逼迫中资出让51%控股权，强制交出核心冶炼技术，彻底收割中资10年深耕的所有成果。印尼赌得很自信，认定中资100亿重资产厂房、码头、设备都是不动产，搬不走、耗不起，最终只能乖乖妥协。但他们彻底打错了算盘，中资的态度简单又强硬，钱可以亏，设备可以拆，市场可以让，核心技术绝对不可能留。3周时间，拉维西岛中资锂电池正极产线全员停工，设备逐一拆解，编号打包海运回国，清空2年建设的所有产能。紧接着，华油钴业减产50%，格林美暂停12亿美元增资计划，青山矿区全线停工，中资镍产业链开工率直接暴跌至67%。这波果断离场，直接把自以为稳操胜券的印尼彻底干懵了。很多朋友肯定好奇，印尼明明靠着中资躺赢10年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为什么非要脑子发热自断生路，执意收割中国企业？真的是单纯飘了吗？其实没那么简单。首先，最核心的原因是印尼陷入了极致的资源民族主义自负陷阱。在他们的认知里，自己手握全球60%以上镍储量，是新能源不可或缺的核心资源。只要卡住了矿产源头，就能拿捏全世界，更能拿捏扎根当地的中资。在印尼政府看来，中资所有产能、设备、厂房都扎根在本土，属于跑不掉的沉没成本。只要政策层层收紧，卡死原料、成本、现金流3道命脉，中资为了止损，只能乖乖交出股权和核心技术。其次，印尼盲目迷信印度的收割套路，却完全忽略了两国的本质差距。印度敢收割外资，是因为本土有塔塔、信实等大型本土财团，有基础工业体系兜底，就算外资离场，本土企业也能勉强承接产业，不至于彻底崩盘。可印尼呢，完全是空壳一个，本土没有成熟工业体系，没有核心冶炼技术，没有专业产业工人，甚至连配套的电刀、港口基建都无力自主维护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印尼90%以上的镍冶炼产能，100%的高端电池级镍生产线，全部是中资从零开始搭建的。他所谓的全球新能源玩家身份，不是自己拼出来的，是中国企业真金白银、核心技术硬生生捧出来的。可印尼只看到了资源垄断的红利，看不清自己毫无产业底气的短板，天真以为照搬印度套路就能空手套白狼，一步登天，掌控核心产业链。更可笑的是，印尼以为中资会像其他外资一样，为了保住100亿投资，忍气吞声，被动让利，但他们不懂。对中国企业而言，硬件设备、厂房资产都是可以替代的成本，唯独耗费数十年研发迭代的冶炼工艺、催化剂配比、全套工业技术是绝对不能外流的核心底牌。一旦交出51%控股权，就意味着核心技术将彻底公开，中国深耕多年的全球新能源材料护城河会瞬间被击穿，这是我们绝对无法接受的底线。除此之外，印尼完全看不懂当下新能源产业的技术迭代趋势，这也是它最大的致命失误。他还沉浸在手握镍矿就能垄断未来的旧梦里，殊不知全球电池技术早已迭代升级，正在全方位摆脱对镍资源的依赖，留给印尼的资源红利时间早就不多了。简单来说，未来新能源产业对印尼镍矿的依赖度会持续暴跌，有没有印尼的资源，我们都能稳住产业链。偏偏印尼在这个关键节点自断后路，疯狂作死，无异于亲手葬送自己的黄金发展机遇，代价惨痛到根本无法承受。反噬来得又快又狠，短短1个月，印尼已经尝到了苦果。产业层面，中资大规模撤资减产，当地工业园大片厂房停工，海量镍矿堆积矿山无人加工，上下游物流配套服务产业批量倒闭，数十万工人失业，曾经热火朝天的新能源产业链彻底停摆。更讽刺的是，作为全球镍储量第1大国，如今的印尼居然要从菲律宾进口高品位镍矿，维持低端产能。本土低品位镍矿因为无技术、无企业加工，彻底沦为了废墟。经济层面更是全面崩盘。2026年5月，印尼进出口贸易直接出现16.1亿美元逆差，靠镍产业撑起的出口红利彻底消失。一季度资本外流高达49.25亿美元，全球资本彻底看空印尼市场。即便印尼紧急叫停加税政策，释放缓和信号，也彻底寒了外资的心。新增投资全面停滞，
存量资本持续出逃。说白了，印尼这场收割闹剧从头到尾都是目光短视的自杀式操作。资源从来不是永久底牌，核心技术、完整产业链、稳定的营商环境才是一个国家产业崛起的根本。靠着中国扶持登顶，却反手收割恩人，最终亲手毁掉10年产业根基，把一手天胡牌打得稀烂。这场闹剧也给全球所有资源国家敲响了警钟。收割投资者的短期红利，最终换来的只会是产业归零、发展倒退的终极恶果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